大家好，我是电脑王阿达。那现在我在大阪世博会2025的一个会场，我答应我老弟要跟他一起来，那所以到8月份才来。老实说有点后悔啊，因为实在人太多了。另外，我觉得大阪世博会很多地方做得非常的奇怪。首先是它的 APP 非常非常的烂，烂到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。然后我看网络上评价，日本人都评它只有1.5颗星而已。那这个影片呢，我不跟大家讲废话，我直接跟大家讲说你如果来到大阪世博会，你要怎么最简单去玩到最多的馆，然后去注册你想要去的地方，譬如说像钢弹馆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。首先我先当做大家都已经注册完世博 ID 了，那门票部分呢，都假设大家去 KLOOK 还是说官网都买完了。我这边是直接从重点开始讲。首先你要下载大阪世博会的 APP， 我先跟你讲它烂在哪边。首先这个 APP 它几乎完全没有什么作用，甚至它可以不要写这个 APP 的。那写这个 APP 又造成很多的困扰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它这个 APP 它没有储存账号密码的功能，所以你不管在订票或干嘛，还是说你只要再查个东西，它就要重新登录，非常非常烦。那像你进来大阪世博会之后，不管你有没有做功课，你看不懂或不知道要去哪边，地图非常的乱。它有一个选项叫做会场地图，我们给它点进来。在这个地图呢，你可以放大、放大、放大，站至这边就是你的坐标。它实际上的坐标是相当准的，原则上你就可以看说，你要去哪个馆，你就可以自己先做功课。放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这个馆叫什么名字，然后什么类别。譬如说对面就有个土耳其馆，我给它点一下，它的类别就是到现场看嘛。这种就是免预约的。那世博会它有几种馆，第一种是完全预约制，你像钢弹还有一些像日本自己的馆那种都是完全预约制。你没有预约，原则上你就不要去了。那你之前没有约到呢，你现在约也约不到。那我自己也试过我从几个月前就是一直在预约，也预约不到。所以你如果想要来那边馆，那你也不用想，就来这边直接预约就好。怎么约？我跟大家讲。那大家可以直接看这边，在这边就有很多的馆，你可以自己去看。原则上大部分的馆都是直接排队就可以进去。你来世博的话，我个人建议大家不一定要买最早9点钟那一班来进场，因为人非常非常多，你可能会在外面晒1个小时、半个小时的太阳。那个我自己的感觉说，你就大概10点、11点甚至12点来都没关系，你只要买个季票，来个2天3天，你慢慢逛，保证你会把所有馆都逛得开开心心，而且都全部逛完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预约的时间是9点，那你中午再来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它的问题就是说，你可以晚到，你不能早到。比如说你预约到早上10点了，早上9点就要进场，它不会让你进场。它还有一个夜间票，你买夜间票，结果你想要中午就进场，它也不会让你进场。原则上你订早，你可以晚到。像我今天是第2天来，原本的票是订早上9点。第1天我是早上9点来，在那边晒了1小时的人干，然后第2天我就中午才来，完全没有排队，很顺的就进来，也不用在那边晒太阳。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。然后在世博会里面，你不用担心喝水的问题，你可以带2个水瓶来这边装水。不过呢，到处都有自动贩卖机可以买水喝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水的问题。不过比外面贵一点点，我是觉得可以接受。另外就是吃饭呢，到处都有餐厅跟小卖店，你不要去那个大的餐厅或者是展场里面的餐厅，几乎都不用排队，外面有很多小餐车可以选择，所以吃饭也不是问题。像这个场馆这么多，你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个人的建议是说你可以看网络上的一些建议或推荐，或者是说你直接去看一些小场馆，你先把不用排队了，先把它看过一轮。如果你是上午9点到的话，那我个人会建议，第一个你就先冲日本馆。日本馆在早上11点之前是不用登记的，11点之后你就要预约了。但是它晚上7点之后又不用预约。如果你没有赶上，你就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冲去就好。那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先去一些小馆，像我这2天我已经去了20几个馆了，都是一些比较不知名的，或者说你现场排很快就能进场的，像中国，还有一些馆，我就觉得都不错。那我影片最后我会把我所有去过的馆，然后简单的建议，可以去不能去，然后直接全部列出来，大家可以直接看那个比较快。接下来我们来谈到它的馆有什么类别。第一个像我们刚刚讲的是各个国家的嘛。那第二种就是很多个小国集合在一起的，它可能就没有一个单独的馆，它就是一个摊位一个摊位，那种几乎不用排队，只要人去，很快就能进去了。那种我老实讲，它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就大概看个趣味，就增加你来玩博会的一个回忆。那种的话，大概简单走走看看，而且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一些介绍，我是觉得也 OK 啊。
接下来我们来谈到说，如果你要预约，要怎么预约？我们进来这个 APP， 其他功能其实都可以不用看了，我就觉得都是废话，都没什么屁用。那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叫做选单，我们给它点进来。我这边都假设大家都已经有注册完万博 ID， 然后也有账号密码，然后也有 QR code， 你也做完人脸辨识了。人脸辨识一定要先做完，你不做完，到时候进场会有问题。而且你在台湾想先做的话，记得要用 VPN 先翻到日本才能做。没事情不要回上一步，会被锁半小时。我只讲到这边，因为它动作很繁琐，所以我不要再啰嗦。那这边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边有3个选项，一个管理你的 ID 啊，第二个是什么浮动设定，这个都不用管它。我们直接选这个预约参观展馆，我们就给它点进来。点了之后，它是开浏览器，它是离开这个 APP 了。接下来就讲它蠢的地方了。原则上啊，你只要执行重要的功能，它都不在它 APP 里面，它都跳到浏览器。它浏览器又烂在哪边呢？你只要一段时间没登录，它就自动给你登出，然后你要再重新输入账号密码，它非常的没有效率。而且说你想要预约的，譬如说一些页面啊，比如说你登录之后做书签，你后来只要再登录，然后再读书签，不好意思不能进去，你又要重来，所以它真的很烦啊。我刚刚这个我已经登录完了，所以我就直接这边看。那个你登录账号密码完之后，它上面这边你都可以不用理了，因为它什么这几个月前预约啊，7天前预约啊，这个都跟我们无关了。你已经来这里了，或者你已经到大阪了，这些都没有用了。你直接看这个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当日注册的，你只要是选这个当日注册，给它点进来。点进来之后呢，它这边就会问你，你选择的票，你可以这边打勾。那上面这里啊，你可以把你的亲朋好友的万博 ID 也一起注册，但是我个人不建议。为什么？因为万博的预约非常的困难，异常的困难，尤其像钢弹馆那些，你一个人都抢不到票了，你一次绑定3、4个人，根本就完全不可能。所以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去抢自己的。然后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个技巧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全家人带4个人来，大家都帮你抽钢弹馆，然后只有1个人抽中，对不对？那个抽中的人，你就拿他的手机去报到，用他的万博 ID 去报到，因为只有入场的时候会认人脸，进去游乐设施不用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不然的话，像我自己测试啊，我跟我老婆一起抢，我抢到，我老婆没抢到，只好我老婆在外面等。如果我老婆抢到，我可能到离开都进不了钢弹，我有进去钢弹过。那接下来看这边哈，我们勾完自己的账号之后，这边就有一个凭所选门号申请。我再讲第2次，你不要跟亲友的绑在一起，抢不到的。那接下来这边就是搜寻你要去的馆场，我这边先试给大家看哦。如果你什么都不输入的话，直接按搜寻，它这边会显示啊所有需要申请场馆的一个资讯，然后你可以这边点。那大家可以看，所有的场馆都是叉叉，你当天原则上啊应该都预约不到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所以大家也不要灰心。接下来重点就来了哦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抢钢弹馆或者一个叫未来生活馆，那个是全部都机器人的。预约又有个技巧，如果说你今天来这里有看到某一个馆是可以预约的，那你要思考一下，因为啊万博的预约它有一个重点，你可以一直预约无限个，但是呢你在进去之前你只能预约那一个。我举例来说好了，假设说啊早上9点的时候你预约到下午3点的那个未来生活馆好了。结果你想说，我想要抽钢弹馆，不好意思，在你去完下午3点那个馆之前，你是不能抽任何馆的，钢弹馆也与你无关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的最重要的主要核心是钢弹，那你的重点就要从头到尾多抽钢弹，就不要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。钢弹抽到先看完，比如说早上9点抽到下午2点钢弹，那你下午2点钢弹看完之后，你再去抽其他的，大家懂意思吧？不懂我也没办法。一样，我们回到我们的画面来。我们这边就打钢弹，然后搜寻。像我们重点就只要钢弹嘛，那其他的其实都不重要。你看看，钢弹是打叉叉，订不到对不对？你不要理它，一样给它点进来。点进来之后，大家可以看这边是红的，请注意这个画面代表有些不能订。那今天的所有时段也都满了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气馁，因为啊。它的所有馆都有一个时段会放票，那放票的一个资讯啊，我会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这个表。那原则上我在说明栏也会放，那大家直接参阅那个表。我看了一下网络上的一些网友的测试，跟我自己的经验，你可以在开始前的半小时
跟时间开始的那个当下，一直反复的给他抽。譬如说，我现在下午3点的时候，我要抽4点的钢弹，那他下午3点会放票，对不对？我这大概2点55分，我就进来这里，点到钢弹这个页面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就给他重新整理，给他重新整理。那重新整理完之后，再看又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就反复重新整理，一直整理到它有的时候会瞬间跳出一个可以点的，就这个框框会变红色，点下去就对了。那他如果写说预约成功，那你就预约到了。这个几率你说很低嘛，也不会。像我跟我老婆其实2个都抢到，但是呢，我有进到最后一个步骤，就是我有跳出成功，老婆没有跳出成功。就只是因为别人的手速比我老婆快，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吃运气。如果你要抽钢弹或者抽什么管，就记得时间到你就疯狂给它重新整理，重新整理完之后就回来看，反复检查就对了。就是时段前的前半小时刷个几分钟，一直刷，总有机会会刷到。刚好我弟弟也有刷到，结果他手速慢，那个票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很搏运气。但是呢，只要有心，总会有机会。抢完了抢票之后，那有些馆需要排很久，对不对？那个像日本馆日本馆你要早上11点之前没有排到的话，之后都预约，那你就要排非常久。我说根本就不让你进去怎么办？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你过5点，这边的人就开始减少，5点、6点、7点，一直到晚上9点之前，这个场馆会越来越空，然后原本要排队的馆就不用排了。但是要预约的馆还是不给你进去哦。但是原本很热门的场馆，可能就能很快进去了。这个时候你只要晚一点，然后再去排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这是一个方法。那还有一点，这是一个朋友教我的，也是非常有效，叫蹲点法。你可以在譬如说某个场馆，假设是台湾馆好了，台湾馆在这边叫 Touch Wall， 它不叫台湾馆。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来看看，因为它里面的东西非常的不错。然后呢，他逛完之后还会送一个纪念品，再出来外面还有卖红瑞珍跟那个卤肉饭，还有果汁，推荐大家来。那什么叫蹲点法？就是满的时候手会放个牌子，说现在已经满了，你也不要失智，也不要伤心，你找个阴凉处在那边看着守卫，然后等一下，只要他前面队伍稍微消化一下，那个时候他就会牌子又换过来，伸直拉起来，那个时候赶快就冲进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已经逛了20几个场馆。讲实在话，真的不难如果你比较有时间的话，你排个3天，这样子搞，我觉得应该7七8八好玩的馆，应该全部都能逛完，非常的简单。台湾馆现在超级热门的，这么多人都在排台湾馆，然后里面东西好吃，展也不错看，而且我还送东西，每天东西又不一样，蛮值得大家来排的。那这个还算快钢弹馆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，一生推。土耳其馆里面只有一个红色的球，很无聊，然后就是礼品店了，不要去。西班牙馆还不错，就是一个那个西班牙的一个航海历史，还可以。澳洲里面我觉得算普通无聊因为排的人很多，除非没人，不然不建议。印度尼西亚不错，里面有丛林、有造景，然后还算好玩。印度千万不要来，里面很无聊，像按摩场所，然后呢，里面都是招商馆，不要去。乌兹别克斯坦上面是一个眺望的空间，下面全部都在讲环保。东西不差，但是实在是太浪费时间，这个排超过1个小时，不推。哥伦比亚不要去，我觉得蛮无聊的，看影片而已。奥地利可以不用去，我觉得很无聊。然后巴西馆也很无聊，它里面都是像那个纸扎的东西像一堆垃圾，然后最后看个影片，不要去。科威特馆不错，里面气氛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星空。可以躺在那边看，对，我是觉得可以看。中国馆还不错，里面有放一些他们的国宝，有空可以来看看。泰国还不错，
我的这个方法是我自己个人的那个经验，如果你有更好的，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。那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哪里不对，那就以你为准，我说的都不对，没有关系。那以上啊，就希望说大家看完这个片之后，能够来世博的时候还有机会啊，去多逛一些场馆。那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哦，我是电脑王阿达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